咱们得到 APP 上很多好玩的课程，不知道你有没有学过李建龙老师的量子力学课？当然，你没学过也没关系。不过我要告诉你，如果你得了普通感冒，每天听李建龙老师的量子力学课，坚持7天，您猜怎么着？感冒好了。作为一名当了10几年临床医生的人，我很负责地告诉你，如果按照刚才我说的事做了，你的感冒确实会好。当然了，更负责一点的做法是，我还得告诉你，其实听7天熊毅老师讲《资治通鉴》，或者听7天傅佩荣老师的哲学课，这病也能好。有人会说了，这我知道啊，普通感冒是自愈性疾病，就算咱们什么都不干，7天左右都能好。但是肯定也有一部分人有疑虑，这究竟是不是真的呢？于是一个新的问题出现在咱们眼前，咱们怎么确定一种治疗方法是不是真的有用呢？那些所谓的医学小妙招是不是真的可靠呢？这就需要咱们从医学的角度去认识。上一讲咱们介绍了专栏的第2个核心，医学历史可以把我们头脑中的知识联系起来。这一讲咱们来看最后一个核心，了解医学的过去，能让咱们更好地认识医学的今天。这件事可以从3个角度来理解。第一，了解知识的本末由来，能帮助你判断它是不是可靠。第二，了解科学发展的历史，你才能知道什么叫现代科学。第三，历史上的很多观念有对有错，它们依然顽强地存在于今天，所以咱们必须要了解一下历史来评判对错。先说第一点，了解知识的本末由来，能够帮助你判断它是不是可靠。咱就说这普通感冒的问题吧，它到底是怎么引起的呢？你肯定经常听到这样的话，多穿点衣服啊，要不冻感冒了。你大概率也知道，感冒本身就是病毒引起的，那么穿衣服这件事到底靠不靠谱呢？早在1946年，英国的安德鲁斯医生就好奇过这件事。按照当时老百姓的看法啊，洗了热水澡然后着凉，这就是得感冒的根本原因。但那个时候毕竟是20世纪啦，医生们早就非常熟悉病毒这种东西，所以在医生看来，病毒感染才是感冒的根本原因。而且呀，当时其他的一些信息也不太支持感冒是冻出来的这个观点。比如说，那些去极地考察的人并不会更容易得感冒，尤其是生活在严寒地区的爱斯基摩人，他们的村子里冬天冷成啥样了，但几乎没人感冒，反而是在开春海水融化的时候，外面的船一开进来，当地的人就开始纷纷病倒。为了严格的验证感冒到底是冻着了引起的，还是病毒感染引起的，安德鲁斯医生设计出了一个实验方法。第一步，志愿者们首先要住进酒店房间，好几天不许出门，这是为了确保他们接触不到得感冒的人。在这段时间里，医生和护士来见这些志愿者的时候，全都要穿得整整齐齐，防护服、戴面具，就连给他们吃的饭都是放在封闭的容器里送进来的。这一番操作就是为了保证志愿者不会跟病毒有任何的亲密接触。第二步，这些志愿者被分成3组，第一组人要接受病毒感染，方法是把感冒病人的鼻涕稀释，然后滴到志愿者的鼻子里。第二组人没有接受病毒感染，而是在早晨美美的泡一个热水澡，但是呢，接着就被扔到走廊里吹半个小时冷风。而且啊，安德鲁斯医生还特别贴心的让这些挨冻的志愿者都穿上湿袜子，就是为了创造受冻的环境。第3组志愿者好一些啊，他同时接受了前2组的待遇。那实验结果如何呢？二者都接触的第3组有2/3的人感冒了，只被鼻涕滴鼻子的第1组1/3中招，而泡澡、吹风、穿袜子的第2组全都安然无恙。通过这个对照实验，安德鲁斯医生证明，病毒感染才是感冒的罪魁祸首。挨冻这件事对感冒的发生确实有点促进作用，但是单纯挨冻并会让人感冒。听过这个实验之后，你对感冒这种疾病的理解是不是加深了呢？对于感冒的一些说法是不是可靠，心里也就更有数了吧？咱们在专栏里啊，还会介绍除了感冒以外的很多常见疾病，以及历史上的人们为了应对这些疾病所采取的方法，让你能够在今天面对各种疾病的小道消息的时候，保持理性的认识。接下来咱们聊第2点，了解科学发展的历史，你才能知道什么叫现代科学。咱们还是用感冒当例子。刚刚我说了，通过对照实验能证明单纯受冻着凉不会让人感冒，
但是那个实验在今天看来，对于证明感冒就是病毒引起的，其实不太严谨。用科学的方法呢，咱们应该这样设计实验：首先，分离出可以导致感冒的病毒，然后把病毒接种到动物细胞里，接着用足够厉害的显微镜观察病毒侵入细胞的过程，看看病毒会不会导致这些细胞出现什么变化。如果真的看到了，那就是病毒引起疾病的直接证据啊。虽然在1946年显微镜技术还没有这么发达，但是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时的人们设想出这个实验的思路和过程，其实是在寻找因果关系，明确的知道某种病因引起疾病这个结果。除了显微镜，咱们还可以换一个思路证明病毒和感冒之间的关系，还是首先分离出来可能导致感冒的病毒，然后找一群志愿者分成2组，确保他们都在一个隔离环境里，不会接触到试验以外的病毒。然后呢，给其中一组人接种病毒，另一组人不接种，观察他们是不是真的得感冒。如果实验条件能够得到充分的保障，那么同样可以验证病毒和感冒之间是不是存在因果关系。这就是科学方法不断发生的过程。现在呢，咱们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听李坚龙老师的量子物理课能不能治感冒呢？这2件事啊，看起来完全没有任何因果关系，怎么证明呢？没关系，咱们还有另外一种武器，那就是概率论。在概率论的框架之下，就算找不到因果关系，也能讨论相关性。这些科学方法呀，后面都会在专栏里详细讲。现在你只需要简单了解怎么用概率论和统计学研究听量子力学课和治疗普通感冒有没有关系就可以了。首先，咱们找一群得感冒的志愿者，把他们分成2组，其中第一组每天听李建龙老师的量子力学课10个小时，第2组呢，什么都不干，就是吃喝睡觉。7天以后，用统计学工具计算一下，看看不同的治疗方法之间有没有存在显著性差异。如果听课组和啥都不干组有统计学差异，说明听量子力学课真的有用。当然，我个人觉得这种情况不会出现，更大的可能是没有任何统计学差异，这就用科学的方法证明了听课确实没法治感冒。所以请不要真的试图用量子物理治感冒。真正的重点在于，我们知道统计学能研究2个看似毫无关系的东西，看看它们之间是不是有相关性。而这正是各种现代科学的重要基础。最后你再听某种药物对某种疾病有疗效或者没疗效这样的传言，你就会知道，话是谁说的都不好使。你可以问问说这话的人，你的观点有没有经过随机双盲多中心的统计学研究吗？现代医学不管干什么，讲究的就是个证据，而高质量的统计学研究结果是其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些科学的方法就是在历史上人们探究和实验的过程中不断总结出来的。关于因果和相关性，决定论和概率论确实需要讲好几个故事才能讲完。在专栏里啊，我会慢慢讲给你听。而你现在肯定已经明白了，了解了这些科学研究方法是怎么一步步发生进步的，自然也就知道了什么是现代科学。咱们最后来看第3个角度，历史上的某些观念依然顽强地存在于今天，所以咱们有必要了解历史。这个道理其实非常好理解。从宇宙大爆炸到现在140多亿年，地球的历史40多亿年，出现生命到现在30多亿年，而人类出现到现在不过区几百万年。咱们的祖宗智人出现到现在更是只有可怜的几万年时间。咱们的祖先啊，开始农耕发明文字的历史只有1万年左右，和漫长的历史相比，简直就是一瞬间。刚才咱们聊了半天统计学，而统计学研究出那套证明相关性的方法离现在啊还不到100年的时间呀。也就是说，当咱们把视角放在人类历史乃至地球历史的角度去看，人类的文明就是一瞬间而已。所以啊，很多几千年前的医学观念一直流传到了今天，而且依然很有市场，这一点都不奇怪。于是我们经常会在生活里面对这样的情况，听见一些关于医学的奇怪言论，虽然觉得有点不对，但又说不出来哪儿不对。可是呢，学习了我们的专栏，你就会知道，大部分的奇怪言论都是有历史的遗存。举个例子吧，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说法，俺们家有一个亲戚得了脑梗，大夫说是治好了，但是落下一个偏瘫的毛病，得病之前人健健康康的，治疗以后啊，没能跟得病以前一样好，这就是大夫没有好好治。你看，这样的观念背后有一个逻辑，就是把疾病看成了一种独立存在的东西。人得病是因为某种原因让疾病侵入了人体，而治疗就是把疾病驱逐出去，这样人体就能恢复成原本的初始状态。其实啊，这是原始社会的医学观念，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巫医的存在。他们会通过唱歌、跳舞、打鼓等等奇怪的仪式来治疗疾病，就是基于疾病是某种入侵人体的魔鬼啊、外邪的认知，而把他们赶走就完成了疾病的治疗，人就可以完全恢复如初。这样历史遗留的观念在今天依然很多，我们怎么才能摒弃过时的观念，跟上时代呢？回头看，恰恰就是一种好办法。当咱们沿着时间长河走一遍，看过医学思想一路走来的历程，自然就能判断对错了。几千年前，人们抱着原始医学观念的看法是顺应时代，但是如果今天人们还是这样理解医学和疾病，你就可以用我们专栏的知识来反驳他，并且告诉他，大人，时代变了。好了，最后总结一下，回顾历史能帮助咱们更好地认识今天的医学，那是因为，第一，了解知识的本末由来，能让你判断它是不是靠谱；第二，了解科学的历史，才能让你知道什么才叫现代科学；第三，很多历史上的观念一直保留到了今天，看历史，咱们才能分辨出来它们。在接下来的1年里，你会在专栏里听到很多关于医学的故事，它们就像一颗颗的珍珠，各有各的价值。问题是，有没有清晰的线索能把这些珍珠串起来呢？当然有，这就是我为了方便你更好的学习这门专栏必须做到了。下一讲咱们详细聊聊这件事。